隨着一聲劇烈的爆炸聲，孫殿英借着軍事演習的名義，把清東陵的珍宝給盜取一空，震驚了全國。埋葬在清東陵裡面的皇帝以及陵墓幾乎都遭到了孫殿英的盜掘，但是讓人奇怪的是，孫殿英把清東陵挖了個底朝天，但是为什麼單單放過了順治的陵墓，並且順治的陵墓一直到現在也沒人進去過？那麼順治的陵墓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？首先來看順治的生平。在自己24歲時候，順治因為感染天花去世。在去世後，滿朝大臣為如何操辦順治的葬禮爭執不下。有人認為，順治作為滿族入關的第一位皇帝，應該大辦特辦。也有人認為，按照滿族的習俗，早逝的皇帝如果大辦葬禮，對後代是不利的。這時候，順治皇帝兒子康熙做出了一錘定音，也是因為8歲的康熙一言九鼎，順治的陵墓開始了大修特修。整個順治皇帝的孝陵，無論是寶城還是享殿，以及最前面的石牌坊等建築構建，都代表了當時清朝的最高的工藝水準。就拿順治的石牌坊來說，除了寬度是中國石牌坊最寬的一個，其材料更是動用了漢白玉，並且在上面精巧地雕刻了獅子等動物。從石牌坊到順治皇帝的陵墓，有着中国歷史上皇帝陵墓最長的神道，神道旁邊的石像生甚至高達18對，並且康熙給自己的子孫定下了規定，無論是哪朝哪代的皇帝，都得按時祭拜順治，不得有誤。無論侍從規模還是內部隨葬品的豐厚程度，清孝陵都應該是盜墓賊惦記的一塊肥肉。當然，清孝陵也遭遇過數次盜掘，其中就有八國聯軍泄憤、孫殿英的餘部、清東陵附近的土匪參與其中，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後，還有一次盜墓的行為。這幾次盜墓對於清東陵都是一個極大的打擊。那麼為什麼單單順治皇帝的陵墓就能逃過一劫呢？在查閱了相關的史料之後，似乎歷史給出了一部分的答案。從記載裡面，順治皇帝的陵墓雖然看似修建的規模很大、很隆重，但是因為清朝初年客觀的國力等問題，相較於乾隆和慈禧等人，除了表面功夫做得還不錯之外，順治皇帝的陵墓可謂豆腐渣工程。可是既然是豆腐渣工程，應該更好開挖才對啊。根據事後的了解，特別是來自清東陵的守陵人的說法，順治的孝陵能保存得完完整整，主要是靠着2個人的功勞。第一個就是自己的兒子康熙，在清朝孝陵的神功碑裡面記載着這麼一句話：皇考一命，山陵不重視，不藏寶器。這句話就明明白白地表示，順治皇帝的孝陵裡面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。大家都知道，開挖皇陵是個大工程，在花下同樣的工時工序的情況下，自然一旁的康熙、乾隆和慈禧的陵墓就更加可以吸引盜墓賊的目光了。當然，單單靠着這麼一句話，肯定是嚇不退盜墓賊的。那麼就來看看守陵人說的第2個貴人。當然，這第2個貴人還是比較驚掉人眼球的，因為他居然是順治皇帝生前最喜愛的妃子董鄂妃。順治在自己生前極其寵愛董鄂妃，甚至在來到皇宮的1個月就成為了皇貴妃，甚至順治十分想讓董鄂妃的兒子當太子。不過因為董鄂妃及其兒子去世後，順治皇帝也感到人生無趣，甚至還有順治皇帝出家五台山的說法。這種野史的說法在歷史上認可度和知名度還是比較高的，因此也有很多人認為
順治皇帝在自己去世之後，其實並沒有安葬在清朝的孝陵裡面，這是順治的衣冠冢。因此，盜墓賊對於順治的孝陵興趣度和熱情度一直不太高。當然，在1991年的一次考古調查之中，順治皇帝的孝陵沒被盜掘的最終謎底，也展現在世人的面前。1991年，清朝孝陵按照國家的規定，開始了對清朝孝陵的修繕工作。這一次的修繕，也找到了清朝孝陵沒被盜的根本原因。在這過程中，工作人員驚奇地發現，孝陵的金碧輝煌居然是個空架子。在孝陵的內部，可以看見，孝陵的物料無論是木材還是石料，都是十分的粗糙，甚至作為皇帝的陵墓，連裡面最基本的用料大小都達不到一致性。這個問題引起了工作人員的好奇，於是在查閱了大量的資料之後，孝陵的粗制濫造終於找到了原因。因为順治皇帝在去世之前並沒有專門給自己修建陵墓，估計自己也沒想到年紀輕輕的時候順治皇帝就能去世。在康熙登基後，清朝初定，財政緊張，只能東拼西湊找來舊料來修建順治的陵墓。當然，估計順治也沒想到，因為趕工期，自己的地宮由石灰、糯米漿以及黃沙加固而成，但是這樣修建的陵墓卻格外的堅固，因此也意外地阻止了後世一部分的盜墓賊。此外，在查閱史料後，順治皇帝去世後，按照滿族的習慣，採取了火葬。既然是火葬，順治的隨葬品也在火葬過程中灰飛煙滅。此外，順治的2個後妃也是採用了一模一樣的喪葬習俗。可以說，順治的陵墓完全就是空墓。也正是憑借自己的空墓，在歷史上多次盜掘清東陵的情況下，順治的孝陵才逃過一劫。